早上7點啊。暑假呢，只有這個時間有空給大家拍攝視頻、教學視頻，好嗎？啊，很多網友問我呢，為什麼蛙泳不敢抬頭？蛙泳不敢抬頭換氣，然後接下來又說，是不是我手足夠用力，我頭就能起來了？這個問題有點片面啊，有一點片面。不是說你手足夠用力，你就能抬得起来的頭啊。你的問題裡面已經突出了不敢這2個字，對不對？你已經不敢，你哪怕手再用力，只會導致你掉得越深，你頭都不敢抬，你手再用力，那咕咚肯定掉得很深，或者是你腰再用力，就这樣硬挺，也游不了多遠的，懂不懂？你不敢呢，你只能去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，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礙，对不对？把不敢变為敢，就很從容。在水中，你只要做到很從容，就沒有什麼敢不敢的了啊！你絕對可以把頭抬起來。所以說，我覺得呢，這個問題，一個是你在水中學習的時間還是有點短啊，有點短。然後你想的問題過於片面啊，不是說手用力就能把頭抬起來換氣。好，接下來我給大家講一下這個問題怎麼去改善啊，怎麼去改善，怎麼去練，好不好啊？然後呢，接下來我會到水中做一些講解。不管什麼動作啊，我們都從陸上的模仿練習開始做，好嗎？你不敢抬頭的主要原因啊，無非就是你怕身體掉下去，對不對？你怕頭一抬起來，咕咚掉到水底，這就是一個心理障礙。這個水是有浮力的，對不對？它不可能你一下子就掉到地上去，又不是跳樓，是吧？只不過是抬頭而已，不是跳樓啊。我們先在路上做模仿啊，手跟頭配合好，彎腰低頭，手一動，頭就抬起來。或者是你還是不敢的話，初學者我之前也講過，建議先動頭，手去配合頭啊，後滑手，看頭領着手動。這個動作我已經強調了很多次了，頭領着手動啊，頭領着手動啊，這個很簡單，對不對？這樣子你的頭在上面的時間，換氣的時間就會足夠的充分，啊，很充分，你保證可以換到很多氣，可以把氣換完。你看，頭帶着手，手去配合頭啊。先在路上做，你做熟練了，然後我们再进行半路半水，好吗？接下來進行第2步，身體趴在岸邊啊，身體趴在岸邊。我們這個池子水有點淺啊，最近放淺了，所以呢，我可能頭到不了水裡。然後呢，反正你就趴下來做，去模仿在水中的感覺，好吧？啊，身體趴下去。哇，夠不到水。好，我就大概的模仿做一下啊。如果你頭可以放到水裡，那更好，頭可以放到水裡就更好啊。这个动作呢，很好的模仿到了水中的发力，很好的感受到，很好的能体会到水中的发力感，知道吗？去感覺好像我們就趴在水裡一樣，抬頭，好，抬頭，好，接下來是在水中練習啊。好，第3步我們到水中來，還是一樣啊，腳站在地上。站立練習抬頭，
有同學要問了啊，又有同学要問，什么时候吐气呢？我跟大家講過，初學者建議大家水下先憋氣，然後在頭抬的同時，頭一動，我們就開始向外吐氣，看着，吸氣啊，用力吐，用力吐，不然吐不完。好，這3步做完，接下來第4步，我們先不換氣，對不對？好不好？簡單一點，你可能覺得這樣子哦弄不過來，手忙腳亂，又要想着換氣，我又想着腿，又想着手，搞不過來，对不對？我們先不換氣，好不好？不換氣，先做出來抬頭的動作，好嗎？啊，蹬2次腿，划手換氣啊，蹬2次腿，初學者2次腿，充分準備好。然後再划手換氣，來 ，Here we go。先一口氣憋住，一口氣憋住，能做幾次做幾次，能做幾次做幾次啊！等到你不慌了以後，然後再開始吐氣吐氣吐氣，無非就一個吐一個吸，很簡單，不用想太多，好不好？跟我們路上換氣差不多，只要不用鼻子吸，只要不用鼻子吸就 OK 啊。然後接下來呢，我就加上換氣啊，配合上換氣。好，不要害怕人掉下去，好不好啊？確實我見過很多，包括小孩啊、成人都有這種情況，不敢抬頭，不敢抬頭，可能是這樣子游的，大部分都是這樣子游。就是想抬。好像又鼓不起勇氣抬起來一樣，痛快一點，好不好？多練習，痛快一點。你多抬幾次，你就會慢慢找到感覺了。這種感覺，好不好？多練習幾次，哪怕你不換氣，哪怕人沉下去，你只要做出來了，你就離成功更進一步了，對不對？啊，好，今天呢，我們的不敢抬頭，蛙泳不敢抬頭的問題，我們就講到這裡啊。下一期出另一個問題，也是很多網友在問的，為什麼我一換氣就掉下去？是這樣子。差不多就是這種感覺吧。好，下課了，今天，拜拜。